Hello， 大家，无案第7集。上一集，樊潇跟游书朗知道了彼此过去家庭的伤痛，樊潇也替游书朗出手解决了他弟弟的事情，两个人也借此建立了更深的羁绊了。只是在享受他们甜蜜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初樊潇接近游书朗的那些谎言是始终还没有爆开，是他们感情里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呐。总而言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们继续往下看吧。怎么了，老乡？这些可都是全泰国各地找来的顶尖货色，男男女女都是为了给你庆祝生日精挑细选的。不喜欢啊？喜欢。喜欢？为什么我看你的眼睛一晚上就没从你家那位尤主任身上离开过？生日的时间，现在想要跟游书朗共度两人时光了，不想要这种热闹了。他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挺好。樊潇现在会有点排斥这种把游书朗物化的言语了吼。再给我上一批新的。什么意思？祝樊总生日快乐！你们就真的在游书朗面前玩这些？游书朗现在会吃醋，会宣示主权樊总真是好兴致啊！樊总今天是寿星，你先选，选完了之后我帮你过手。怎么过手啊？那我今天可得好好教教你。游书朗高啊！先生，想喝点什么口味的酒水啊？来，我喂你。故意用这种方式想要让樊潇吃醋哦。秀芝，不再拿出点压箱底的技术了。这两个太会推拉了。帅哥，到你了。哇那我们就换个地方好好教。哦，樊潇现在真的被游书朗训的。尤老师要怎么教？施丽华应该在旁边看得很傻眼吧？樊总吃醋了，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醋。你自己信吗？哦天哪，我还以为他们去开房间了，原来只是另一间 KTV 包厢。想喝什么酒？什么？别停，尤老师。这种话你让游书朗能不在意吗？需要我回避吗？游书朗大概猜到有什么苦衷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不名贵。先带上它，证明你是我的人。希望你今后的时时刻刻都是快乐的。我没有未婚妻，他们说什么你都别信。樊潇现在很努力想要让游书朗放心哈。他上厕所用不了多长时间。什么？你不回来，那我们就专程买机票过来，给你庆祝生日。你两个他哥哥。大哥，二哥，不过看你们和睦亲厚啊，我替老总裁开心。许叔这种话你说出来，你自己不心虚吗？婷婷刚出院就吵着来要为你庆生，生日礼物选了好久呢。不过说真的，未婚妻这个伏笔从第1集埋到现在才开始要上演啊。这个是我为你选的礼物。费心了。你看吧，故意在他们面前秀一下这个表。你不打算拆开婷婷送你的礼物啊？这个礼物啊，她可是很用心选的。哎呦，舒朗，坐这。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糟蹋人家漂亮女生了？许叔，婷婷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照顾她是我的本分。至于礼物，太多了。樊潇不喜欢他，非要把他当棋子来控制樊潇。父亲啊，就是让我们来看看你生意上有什么麻烦，让我们帮你。舒朗，这应该是你喜欢的口味。游书朗也是一点都没被吓到哦，只是不过他早有心理准备了啦。这是我大哥樊博，这是我二哥樊宇。许副总，你应该认识。他身边的是他的女儿徐婷。哦，许婷是你的未婚妻，你刚才对她的态度，你把父亲
和许叔这么多年的情谊放在哪里？干他屁事哦！那长辈的事情为什么要返校来承担？人家女孩子清清白白的，大哥你这么说，婷婷可是会哭的。哇，返校这样憔悴，站上道德制高点了。你回国之前，父亲说只要婷婷病愈，就给你们订婚。当初你要不是因了这事儿，你能回得来吗？我只记得父亲说过，若我与许小姐相处得来，可以考虑订婚。你以为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可以一直拖延下去？不想拖，大哥可以亲自上。大嫂不是已经跑了吗？哎，大哥，返校，你怎么说话呢？你明明知道大嫂是大哥的心病。哎，婷，他们不是那个意思。婷婷，为什么旁边势利华要去安抚儿女生？欺负的，还不说你这做爸爸没考虑人家意愿。你不如啊，先跟许婷把婚定了，安抚好父亲。这日子一长啊，就因势利导，你可以再从长计议。啊，我觉得这个老二可能是他们当中最危险的人物哦，看似最没有攻击性，实则步步想要让事情发生。你大哥怎么这么能喝？难道他是酒桶转世的？张主任真是喝多了，现在都开这种低级玩笑。喝醉酒有书郎格外可爱哦。天旋地转呢，你说咱们什么关系啊？这么舍命为我当酒。他那会儿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脸都发白了。明天樊总与我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今夜不宜深醉。为了使项目能够尽快的达产创销，接下来的酒就我替樊总喝吧。来，能为两位樊总接风洗尘，我先干为敬。你看樊潇这么怜香惜玉哦，还会舍不得他喝酒。你大哥虽然恨你，但是你二哥的恶意远比他多得多。哎，跟我说的一样。刘主任厉害，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其实蛮明显的啦，我都看出来了。我反倒羡慕我大哥这种人，性情中人，爱恨情仇，都明明白白的摆在明面上。不像我们。樊潇其实也不想一直活在黑暗里吼。我和樊二真正的心思，永远埋藏在最深处，假得很。张氏，你个死变态！我见了你！薛宝天。对啊，为什么他又惹上麻烦呢？虽然他这种人应该不意外吧。上次被咱俩揍完之后，被人捡尸捡走了。张氏，放我下了！樊潇，有准！哎呦，我喝醉了，咱喝不了2颗子闹病。Oh my god！虽然有点不道德，但是把这个当成薛宝天的惩罚，好像还挺爽。你说我们是不是哪里得罪祥瑞药业的薛总，将咱们宁期药全都下架返厂？就那边答复下架返厂的指令是他们小薛总亲自下的，原因让来问你。这件事我去处理，你马上把要下架返厂的药品清单，还有相关药品资料发给我。哎呦，这样子反倒是你有点太冲动了，跟他们还有这么多的生意往来，就敢得罪了薛宝天。我现在在你家呢。什么？你来我家了？天天加班到那么晚，还要跨大半个城市去我家，太折腾了，所以我干脆来你家了。开车吧，我还有点工作需要处理。好，一会儿见。飞奔的车辆啊，是樊潇的归心似箭。哎呦，估计在开车。这个热闹的背景音乐切换的。这么多疏朗的电话和消息。刚刚给你电话是想和你说一声，我这边查邮件，临时用一下你的电脑。操！哦，不会吧？也不是个密码。不会吧 ？Oh my god！ 秘密真的就是这样爆开来的，在两个人最甜蜜的时候，然后真的是在樊潇的家族遇到危机的时候。你最好别碰我，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有疏朗应该是知道，你看到那段行车记录仪视频了，偶尔整理得到的，没舍得删，有时候想你了又不在身边，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我查了播放记录，
那段视频在被传到终端之后就被频繁播放。最早一次是视频被记录下2个小时之后。那段时间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这个视频？别他妈说你那会儿就喜欢我。记住，只是扫了2眼，却一发不可收拾。它像一块磁铁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我。返校还是好会讲哦，这些鬼话。可现在想来，其实当时我就已经爱上你了。樊晓，那时候我们刚认识1个月，哪来的爱情？又是谁规定1个月之内不能心生爱慕？我当初要真那么笔直，又怎么能躺到你的身边呢？哎呦，主任，尤书朗不要动摇啊！樊校做的行为就是很可恶啦。樊晓，少拿这些东西来美化自己，你他妈就是个变态！哎，没错，说得好。我知道错了，我不过就是提前看了自己男朋友的限制级视频而已。你提前看的？不过就是看的时间提早了一点。就知道他会这样死皮赖脸，撒娇耍赖。你只看过我的这种录像，没有录过其他人的。只看过你的。完蛋了，又撒谎！既然又撒谎，那后续就一定会被揭穿。我还没原谅你呢，那你也给我录一段。可是尤书朗，你这不是在奖励返校吗？天哪！停。哎，是啊，这本来就不是尤书朗想要的。对我的手更感兴趣。哇塞！你是希望他抚摸我自己呢，还是抚摸你呢？只要你乖，以后我的梦里都是你。哎呦，尤书朗还是选择原谅哎。啊，这儿呢。可是更大的谎言还没有被爆开。我今天是专门过来给薛副总赔个不是。我说姓尤的，一个坐台女你都费尽心思救一救，到了我这儿2眼一闭你都不管我死活了。什么坐台女？那个时候骗他说是他们公司的文书。你被樊潇睡过了是吧？你这样的也会被压？尤书朗不要被带歪，你们先来处理正事的。我今天是想问一下薛副总，那些药品的处理问题。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走个过场而已。好，那就多谢薛少高抬贵手了。嗨，这都不是事儿。所以这个薛宝天真的只是弄一个小动作，想要让尤书朗主动来找他，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他算什么账。看来他只是个丑角哈。刚刚你提到的那个坐台女，我救了一个坐台女。什么坐台女？你听错了，我走了。反正啊，你自己留点心眼儿啊。这个时候愿意在尤书朗身边提醒他小心返校的，意味着只有薛宝天他。样子清纯的，像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样的都叫来看看吧。好嘞，您稍等。先生晚上好。尤先生，您看您喜欢哪个？真的在这里，随便挑。就这个留下吧。哎，好，祝您今晚玩得开心。开始心虚了。走走走。我记得你，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好人，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值得吗？唉，他们那种人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哈。如果能帮就帮一把，如果实在帮不了，我也不会强出头的。那天到底是谁在耍我？你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嘴得严。这气势跟当天完全不一样哦，大家都很会演。你给我买一根棒棒糖，我就告诉你，谁让你是我入行以来遇到的唯一的好人呢？我今天找薛宝天商量了一下临期药品上架的事情。你在哪儿？我去接你。不用，我准备回去了。这次薛宝天帮了大忙，我总要表示一下。后面那个虽然可能是广告商的品牌，但是也意味着尤书朗现在觉醒了啊！感谢你对渤海药业一如既往的支持。哎呀，客气。樊总，一起啊。好，我陪你们。樊潇怎么了？心不在焉的，可能他2个哥哥来泰国，真的对他影响很大哦。继续啊，继续。还是他也感受到尤书朗有什么不对劲了？继续。不如咱们加点码，玩点刺激的。标准。我害怕哦，尤书朗这种人使坏最可怕了。这些酒里面有1杯是加了料的，输了的人随机自选1杯。老肖，尤主任开玩笑的，你们还不知道他
最是遵纪守法。现在还不是整治薛宝天的时候。你觉得我在整治的，只有他是混蛋。都他妈不是好人，都拿你当小丑耍了。胸前带着佛牌吊坠的男人，虽然没怎么说话，但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们都是有钱的混蛋。别想着报复，离他们远远的。哎呀，这倒是你太小看尤书朗了哈，就说尤书朗是你没见过的那种人。上次你那个女下属是假的吧？为了耍我临时找的。酒里加的料倒是真的，是不是特别好玩，特别刺激？后怕开粮。薛副总，啊，刘主任还是有点介意当时的事情，要不您给解释解释，当时是什么情况？我操！是我要耍你。施丽华，你干嘛要出来谈事情？你为什么对樊潇这么仁至义尽？薛二少没有恶意，但是我有。到现在我也看不上你。我们先走，现在不适合再说下去。他现在连你都不信任呐、哇塞，他真的在酝酿一场风波了。樊潇，那天我整晚都在护着你，你忘了？那你紧张什么？你的这个地方，耳后这根经络，在你极度恐慌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跳动。听到海浪时，今晚这跳了3次。尤主任就凭这个定我的罪？是。我没有实证，但我心里很不舒服。最近别讲了。是，他也不需要证明你真的有罪，只要在感情上有问题，他就有理由暂时离开你，而这就是对樊潇最大的惩罚了。久等了各位，我们等待已久的转折总算是到来了，悬着的心总算是死了啊！上一刻还在甜蜜，尤书朗还在樊潇家里洗手做羹汤，下一秒秘密就被揭穿了。虽然一开始只是个小秘密，只是一个影片被看到而已，但随后越来越多的谎言被曝光，越来越多的谎言被揭穿。哇，我不敢想象到时候尤书朗对樊潇的恨还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现在只是暂时别见而已，到后面等到樊潇真的被尤书朗判了死刑，只怕我们会跟着樊潇一起变得更心碎。不过就这一集来说啦，倒是没有我想的那么的沉重。我在看的时候，那个心情没有我预期的来的那么的郁闷，可能也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集的心理准备的关系，等它真的到来的时候，反而有一种久等了，你总算是来了这种感觉。这段时间樊潇就好好反省吧，你剩下还没被揭穿的那些谎言，那些尤书朗还不知道你对他做过的事情，看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就好好反省，好好对他讲出来吧。不然等到尤书朗这个行动力那么强的调查能力真的把事情查出来的时候，有你最受的啦。这段时间以来，你应该也意识到了，尤书朗跟你过去的那些玩具都不一样。尤书朗确实是个菩萨，他可以对陌生人很善良，但是与此同时，他相当的爱恨分明，对他下过手的人，他绝不轻饶。你看过上次那个白三少的下场了，虽然他最后是被你揍的，才勉强捡回一条命，但这次轮到你自己，可没有人在帮你兜着了啊！难道要靠施丽华帮你顶罪吗？我看他自己也自身难保了。剧情发展至此，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在看这部剧，倒不是哎呦后面好沉重不愿意面对的这种心情了，而是其实反而有点期待后续这部剧这个剧情还会再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了。樊潇会如何赎罪挽回他的爱人？尤书朗又会有什么样的心境变化？到最后一刻原谅樊潇呢？我们继续等着看吧。下次见，拜拜。